你有没有这种经验？第一次喝普洱熟茶，闻到一点土味、苍味、堆味，心里突然想，这茶该不会是发霉了吧？会有这个疑虑很正常，因为普洱熟茶的味道确实不像绿茶那种清香，也不像高山茶那种花香。对啊，尤其第一次喝普洱熟茶的人，常常会觉得这个黑黑的茶汤这么重的味道，真的不是坏掉吗？今天这一集不凭印象，也不靠猜测，我们用2025年一篇刊登在国际期刊《微生物》（Microorganisms） 的研究，来看普洱熟茶的渥堆发酵到底是在发霉，还是在进行微生物转化。这篇研究追踪普洱茶30天渥堆发酵，并在15个时间点采样分析微生物与代谢物变化。欢迎来到茶学笔记。今天我们要问一个茶圈很敏感但也很重要的问题：普洱熟茶到底是不是发霉茶？先讲结论，普洱熟茶的制成绝对不是把茶叶放着让它坏掉，更不是让茶叶发霉后就变成熟茶。可是熟茶不是有很多微生物参与吗？这个听起来，还是有点可怕哎。关键就在这里，那个微生物参与其实不等于食物变坏。所以我们不能一听到微生物这3个字，就马上想到脏啊、不卫生、不安全这样。对，就像是优格、酱油，甚至有些起司，其实也都和微生物有关。差别在于它是受控制的发酵，还是失控的腐败。普洱熟茶的核心是渥堆发酵，英文叫 pile fermentation。pile fermentation。对，它不是单纯放着让茶叶坏掉，而是去控制水分、温度，还有翻堆，让那个微生物和茶叶成分产生转化。哇，这样听起来有点像把茶叶放进一座发酵工厂。没错，这个比喻很好。普洱熟茶绝对不是垃圾堆，它比较像是一座微生物工厂。那这篇研究是怎么看这座工厂的？研究团队他们追踪了30天的渥堆过程，去观察茶堆的温度啊、水分、酸碱值，还有微生物变化。当然还有茶叶里的化学成分变化。也就是说，不是只看开始跟结束，而是一路去看它怎么变。对，这其实也是这篇研究有价值的地方。它不只是说有哪些菌，而是看整个发酵过程是怎么接力的。那他有看到什么吗？研究发现呢，渥堆过程中出现了几个优势菌群，这包括了葡萄球菌属 Staphylococcus，还有芽孢杆菌属 Bacillus，以及考克氏菌属 Cochrea，曲霉属 Aspergillus，还有那个四热霉属 Thermocymes，跟拉桑霉属 Racemsonia。哇，这些名字听起来真的有点生硬耶。简单说就是普洱熟茶它不是只有一种菌在那边乱长，它是一个会变动的微生物群落。也就是说，前期、中期、后期的主角其实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普洱熟茶的发酵比较像是一场接力赛咯。没错，就是不同微生物会在不同阶段登场，有些负责分解大分子，那有些影响香气，有些则是让茶汤的口感慢慢改变。可是刚刚提到里面有曲霉，这是不是就代表发霉呀？这个要讲清楚。曲霉属这个名字虽然听起来像霉，但它不能直接等于那种坏掉的霉。了解，所以不是看到霉这个字就直接判它死刑。对，因为发酵食品里其实常常有真菌参与，重点在于菌种、环境、制成的控制，还有最后产品是不是干净安全。但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就说所有的普洱熟茶都安全都很好吧？对，确实不能这样说。我们这一集也不是要把普洱熟茶捧上天，而是要大家分清楚，受控制的渥堆发酵跟保存不当的发霉变质完全是两回事。那这篇研究有没有看到很具体的化学变化？有，研究使用非标靶代谢体学 （untargeted metabolomics）， 他们总共鉴定出了347种代谢物。然后接着把发酵的早期和后期拿来做比较，筛选出56种显著差异化合物 （significantly differential compounds）。那这些主要就是和咖啡因代谢，还有不饱和脂肪酸的转化与合成有关。这个显著差异化合物的意思具体是？白话来说的话，就是这些成分在发酵前后的变化，它不是小小波动而已，而是真的达到科学上的统计标准。所以这就不只是我们主观觉得味道变了，而是茶叶里面的化学成分是真的有明显改变咯。对。
这56种化合物就像是普洱熟茶在发酵过程留下的变化线索，它能帮助我们看见茶叶成分确确实实在渥堆过程中发生了实质的转化。可是我有一个问题，研究是怎么知道这些微生物不是刚好路过，而是真的有在茶叶转化里做事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这篇研究它不只是列出微生物的名单，它还进一步做了功能验证。所谓的功能验证具体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不只是去确认茶叶里有哪些微生物，还要进一步去测试它们到底会不会去分解茶叶里的大分子。也就是说，不只是点名，还要看它们到底会不会做事。对，研究团队分离出了17株细菌、10株真菌，并且挑了代表菌株去测试它们分解淀粉、果胶、纤维素还有蛋白质的能力。哦，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就是不是只看到微生物存在，而是进一步确认它们真的有参与转化的能力。没错，结果就发现主要来自芽孢杆菌和曲霉的代表菌株确实有分解大分子的酵素活性。那这跟普洱熟茶喝起来很滑顺是有关系的吗？有关联。当茶叶里的这些大分子被分解、被转化之后，茶汤可能就会变得更醇厚、更滑顺，那涩感也可能就跟着降低了。原来如此。那除了茶汤口感，熟普闻起来的香气，研究里面有没有看到相关的线索？有，熟茶的发酵其实不只是影响喝起来的厚度而已，它也会影响闻起来的香气。那有些人说普洱熟茶有那种糯米香啊、木质香，有些人却觉得像闷味、霉味，这中间到底差在哪儿？这里我们要分开来看，干净的发酵香跟那种刺鼻、让人不舒服的霉味完全是两件事。那研究里有没有具体提到跟香气相关的物质？有的，研究有发现，后期发酵会累积一些挥发性香气化合物 （volatile aroma compounds）。那这些变化可能就和我们喝到的那种熟香、糯米香还有木质香有关。所以普洱熟茶的味道真的不应该被简化成发霉味。对，一杯干净的普洱熟茶，它应该是香气干净、茶汤醇厚、入口顺口的，绝对不是那种刺鼻霉味、闷臭味或者是酸柏味。那为什么有些普洱熟茶喝起来真的会让人不舒服啊？这个可能原因很多，像是渥堆控制不佳、干燥不足，或者是后续藏储太潮湿、包装闷住了，甚至有可能原料本身的品质就不好，这些都可能让味道走偏。所以问题不一定是普洱熟茶本身，而是这一款茶到底有没有干净完成它的发酵过程。没错，这像起司一样，有些起司本来就是靠发酵熟成做出风味，不代表它坏掉。但如果保存不好，真的变质，那当然不能吃。所以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发酵，而在于发酵和保存过程干不干净。对，普洱熟茶不是怕发酵，是怕不干净的发酵。那水分和温度是不是也是很关键的因素？非常关键。在研究中，茶堆温度从28.10度 C 上升到第二天的49.63度 C， 并且在第3到第26天一直维持在51.50到62.90度 C 的高温阶段。这就代表渥堆过程中微生物代谢是非常旺盛的。所以在这种受控制的渥堆过程里，茶堆升温不是单纯被闷坏，而是发酵正在进行。对，你可以想象成这座微生物工厂开始运转之后，茶堆里的热量也就自然跟着被带起来了。那研究里也有提到一个词叫水活性，这个是什么啊？水活性 （water activity），可以简单理解成就是茶叶里到底有多少水分是微生物能拿来利用的。哦，所以不是只看茶叶湿不湿，而是看那些水分到底能不能被微生物拿来用。对，研究中水活性在第3天达到 0.99， 后来到第30天下滑到 0.93， 这就代表可利用的水分在慢慢变少了。所以熟茶要做得好，不是越湿越好，当然也不是越干越好。对，太干的话发酵可能推不动，但如果太湿又很容易产生杂味，还有一些不必要的风险。
这感觉跟我们之前聊老茶的仓储很像哎，重点都不是追求极端，而是要稳定。没错，普洱熟茶的渥堆看的是控制，而老茶仓储看的是稳定。这两者都不是说越湿就越好，也不是越快就越好。所以真的不能只看速度，也要看控制。那接下来大家可能最想问的重点来了，喝普洱熟茶到底有没有健康方面的好处？关于普洱熟茶跟健康之间的可能关联，我们可以参考一篇刊登在国际期刊 Nature Communications 的研究。这篇研究主要是看普洱茶里的一种成分叫茶褐素 theobromine， 它和肠道菌、胆汁酸代谢还有胆固醇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茶褐素是不是就是普洱熟茶茶汤里那种深红深褐色的重要成分之一？对，你可以这样理解。就像前面那篇2025年的渥堆研究也有看到，普洱熟茶在发酵过程中，茶褐素是会上升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篇自然通讯研究，也是从茶褐素这个成分开始谈起的。那这篇自然通讯的研究有看到什么具体的结果吗？研究团队找了13位男性来做测试，让他们连续4周去饮用标准化的即溶普洱茶。结果研究观察到，他们血液中的总胆固醇还有三酸甘油酯有下降。听起来蛮吸引人的。那可以说普洱熟茶能降血脂吗？不能直接这样说，因为这不是大型长期临床试验，而且受试者人数不多，也不代表市面上每一款普洱熟茶都有一样的效果。所以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能把普洱熟茶当成药。对，普洱熟茶可以是日常生活里比较好的无糖饮品选择，但不能取代饮食控制、运动、定期检查，也不能取代医师开立的药物。那具体一点，日常可以怎么做？最实际的建议是把含糖手摇饮慢慢换成无糖普洱熟茶。不是因为普洱熟茶有神奇疗效，而是把高糖饮品换成比较单纯的无糖选择。对，尤其如果你是有三高、体重或是腰围压力的话，这种日常的小改变，其实会比你去追求什么神奇功效更实际。那熟普到底要怎么喝才比较安全，也比较舒服？其实抓3个原则就好：来源清楚、仓储干净，还有不要一开始就泡太浓。那如果喝爆一款普洱熟茶有霉味、闷味，甚至喉咙卡卡呢？喝茶本来就应该是一种享受嘛，如果身体觉得不舒服了，那就不要强迫自己喝。那有堆味是不是就一定不好？刚做好的熟茶，如果有一点堆味，其实不一定代表坏掉，但如果出现了刺鼻味、霉味、闷臭味，甚至是酸败味，那真的就要小心了。所以堆味和霉味这2个是要分开来看的。对，因为堆味它可能会在干净的存放环境下慢慢退掉，但如果是明显的霉变，它绝对不会因为放久了就变好。了解。那最后我帮大家整理这集3个重点。第一，普洱熟茶不是让茶叶随便发霉，而是经过渥堆发酵的茶。第二，有微生物参与不等于不安全，重点是制成有没有被控制好。第三，好的普洱熟茶喝起来应该是干净、醇厚、顺口，不应该是霉味、闷味或杂味。所以喝熟普不要只听故事，也不要勉强自己接受不舒服的味道，干净、顺口，喝完舒服，才是更值得相信的判断。这里是茶学笔记，我们下集见。